中国载人擎转旋翼机研制工作启动，与美国人的玩法不一样，优势更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国产两栖攻击舰服役之后，关于中国会不会研制擎转旋翼机，成为了外国关注的焦点。在本届珠海航展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在自己的展台上给出了答案。他们低调展出了国产擎转旋翼机的模型。从相关模型来看，国产的擎转旋翼机的技术水平已经超过了 V22。因为中国的方案，擎转旋翼机的发动机并没有全部旋转，只有螺旋桨或旋翼的传动机械行转。这一点与美国的第三代擎转旋翼机 V280 相同。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擎转旋翼的方案与 V22 有何不同呢？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就在于 V22 的整个发动机都是可以擎转的，看起来结构好像相对简单一点，实际上并非如此。首先 V22 采用的这个整体旋转的方案，会使发动机的尾喷管转向下方，从而将高速喷流喷向地面，这就会导致多个问题：高速喷流喷到地面或者是甲板上，时间长了就会产生烧蚀作用，而无论是喷流还是螺旋桨产生的滑流，打在地面上呢，都会形成一个比较强的涡旋，就会把燃烧过的废气引向上方，从而对发动机的稳定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当然，离开地面以后，这个影响会很小，但是在地面启动以及缓慢上升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这样的影响对发动机正常工作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如果发动机不擎转，只擎转旋翼或螺旋桨，可以减轻一个问题，那就是热喷流不会打在地面上。那么这样地面上的人员以及货物的运输就不会由于热喷流的影响而造成他们行动的不便。我国研制了新的擎转旋翼飞行器，基本上就规避了这个问题。因为在旋翼旋转的过程中，发动机的尾喷管始终是向后的，而不是向下的，排下来的气流是冷气流，对地面上的人员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可以说，这样的改进要比 V22 目前采用的整个发动机擎转的方案要好。不过要注意，无论是整个发动机都擎转，还是即擎转旋翼，前述的那个问题恐怕都还很难避免。怎么样在起降状态下规避滑流打在翼上以及打在地面上所造成的两个涡旋互相干扰的问题？为此，在设计我们国家自己的擎转旋翼飞机的过程中，一定要想办法克服这些不足。那么一旦我们国家开发出在技术上比美国的 V22 更好的擎转旋翼垂直短距起降飞行器，那么将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综合作战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平台，它具备垂直短距起降能力，也具备空中悬停能力，总体的作用跟直升机差不多。而当发动机擎转到前方，它就变成两个大螺旋桨，拉近飞机前进。比如说，它的最大飞行速度要比直升机高1倍，升限呢也有可能提升几十%，而航程有可能增大几倍。这对于两栖攻击舰的快速投送兵力，甚至呢执行火力支援任务，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